于朦胧的案件超过了1个月，网友疑似是挖到了大动脉，逼得中共出手抓了辛奇的父亲。魔鬼们的阵脚已经开始乱了。另外有 AI 比对认出了在798Cube 展出的一块人骨标本，可能就是乔任梁。但是798背后还有多少黑幕呢？正在被网友们一点点的撕开。另外，今天也应水军的要求，深度开盒吉光光和杜强，我们来看看这是2个什么鬼。今天的内容还是比较惊悚，建议身体不太好的朋友呢慎重观看。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些支持，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因为我正在被中共的水军攻击。中国的时政民生是我长期关注的内容，遇到像于朦胧这种重大事件，我都会持续不断的追踪深挖。我还有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3档节目，速度更快也更及时，请大家也支持我一下。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3号星期一，亚太时间是10月14号星期二。有几位朋友都跟我提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中共水军在黑我，说我呢从10月10号之后啊，视频风格变了，变没变？我相信大家呢应该有所了解。他说怎么变的呢？说是从铁证爆料转向了预告后续，却没有实锤，因此表明我被那些恶人的公关团队收买了。我看了一下朋友们转给我的那个网络截图啊，把我都看乐了。正体字、残体字混用，这些水军呢真是脑残，你倒是转换一下字体呀！中共怎么找这种水平的人当潜水乌龟呢？我建议中共的水军们先了解一下我的过去，然后呢想一个靠谱一点的谎言，说我被收买，这种小儿科的说法，除了水军自己相信，有哪个网友会信呢？我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水军吧，替中共和恶人们做事儿，小心被他们卸磨杀驴。你们也许不信，但是你可以去网络上搜一下，看看江西上饶市原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蔡宜平是不是被抓了。蔡宜平就是胡鑫宇鞋带上吊的那个主要责任人，作恶能不遭报应吗？还有辛奇的父亲辛杰也开始出事了，被中纪委给抓了。今天呢，万科在港交所发布一份公告，说收到了辛杰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这是因为上个月啊，辛杰被中纪委带走，扣留在了北京，现在终于是公告出事儿了。这个世界上善恶有报可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做水军呢，也得权衡一下利弊了。其实在我看来，水军们对我的抹黑也好，攻击也好，恰恰说明2个问题。首先就是恶人们害怕了，我们这样长时间大声量的深扒追踪，恶人们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会继续做下去，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会越挫越勇，不会改变方向。这里呢，谢谢中共的水军对我的变相鼓励，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朋友们支持我，订阅并转发一下我这个频道。另外呢，为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大家还得继续推动，千万不要松劲。现在中共特务搞出了好几个假的联署，都只是有几个人签名，所以大家签名的时候先辨认一下，只有修 M 他发起的，这才是真正的全球联署。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又查看了一下，已经超过35万了。我会把这个联署的网址呢放在我每天节目的下面，大家去找一下，也要广泛的推动一下这个联署。说明的第2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扒到骨头了，挖到了中共的大动脉。798Cube 这里很可能隐藏着太多的秘密。我前天的节目中就提到了，在人们的目光投向798Cube 的时候，资本寡妇田海蓉还有红毛鬼程青松开始在微博上假意的互撕，故意的留下了大量破绽。大家知道，资本寡妇和红毛鬼他们都有律师，特别是田海蓉之前就请了北京的道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那在这个敏感时刻，他们做什么，我相信都会先提前咨询律师的，不可能随意的说什么做什么。那么他们现在在网络上的这一唱一和，是不是在道章律师事务所的指导下做的呢？前天我也谈到了北京798Cube， 爆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幕，然后中共的水军就来了，说我被收买了，假意的质疑为什么不接着去曝光那17个名单中的那些人呢？他们这一系列的表现，不正说明我们追踪深挖798Cube隐藏的那个罪恶方向是正确的吗？他们的反应是不是说明我们打中了蛇的7寸呢？是不是恶人们阵脚开始乱了呢？还有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于朦胧的微博热度。10月10号的时候显示的数字是386.7亿人次阅读量，到了11号变成了272.3亿，12号变成了119.4亿，到了今天13号只剩下了5448.6万。这不就是中共在捣鬼吗？为什么降低数字啊？不就是希望于朦胧的这个事件热度赶紧降下来吗？所以真的感谢中共的水军呐，对我们的变相鼓励，我会继续做的，努力的让于朦胧的这个事件热度保持得更久一些，一定要让798Cube隐藏的那个罪恶曝光。但是呢，如果有恶人被深度开盒，被网友挖出资料，我也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大家分享，绝不会落下。有一位网民写了非常理性的一段话，我跟大家分享。这位朋友说，一直有人说不要专注于798艺术馆这事儿，说798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不要被带偏，要回归案件本身，要立案等等。我只想说，我不相信聋哑人，热度这么大，持续发酵1个多月了，要立案早立了，他们明显就是想冷处理，想等热度过去，想跟以前一样不了了之。这位网民接着写道，也许真挖到他们大动脉了，因为这个798艺术馆热度更大了，水军不知从何下手，感觉有国内的高层官员人士在背后推波助澜，不然不会这么巧合爆出这个艺术馆。就凭里面那么多巧合的展品和连接宝格丽的通道，我不相信这是烟雾弹。不管怎样，这是好事。大家想想，这个798Cube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黑幕，让中共这么乱呢？过一会儿我们会说。那既然水军希望我扒一扒那17个名单当中的那些鬼，也不能枉费他们的心意。但是呢，我扒鬼画皮会让这些中共的水军的主子们邪恶曝光的更彻底，他们会更难受。下面我们就开始上干货。上干货之前先插一个广告，扁康丸的客服告诉我呀，我有2位观众呢，用了扁康丸之后都出现了奇迹。秘鲁的张女士和香港的唐女士，在疫情之后呢，他们都被查出了肺结节。在听了我介绍扁康丸之后，就开始服用这个扁康丸。用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发现肺结节都消失了，去医院检查，肺结节不翼而飞。特别是59岁的这个唐女士啊，她的肺纤维化和肺气肿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这种神奇的变化让医生都感到非常惊讶。学医的人都知道，人体有很多病症的根源是在人的肺部，所以只要肺部健康了，人体免疫力就会强大，免疫力强大，人体自然就健康，这是一个相辅相成。根据这个传统的医学理论呢，韩医权威徐孝熙院长就研制出了扁康丸。这个扁康丸可以有效地清除肺部积热，使肺部达到健康，这就是扁康丸的神奇所在。向大家推荐这个扁康丸呢，就是希望如果您的身边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建议您把这个好消息呢告诉给身边的那些亲戚和朋友。视频下面有扁康丸的官网连接，大家可以通过在线对话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跟扁康丸专家直接联系，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专业资讯。
下面就上干货，先开盒极光光李明。网友向我爆料，李明确系六四屠夫中共前总理李鹏的野孙子，是李小勇的野种。李明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户籍所在地是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街道工农街170号。李明的身份证号码呢是370304198603161615。我查验了一下这个号码，这次是正确的。另外，李明的手机号码是13811702053，邮箱是海南海的拼音@163.com。我不知道这个手机号码和邮箱啊，它是不是还在用？海外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发个邮件问候一下，都是可以的。另外呢，网友还爆料指出，李明在朝阳区将台镇东四环北路阳光上东小区至少有2套房产，一个就是将于某龙扔下楼的18号楼601，另一个是15号楼4单元701。另外呢，根据网友的爆料，仅在湖南的一个省，极光光的名下就有677家公司。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这么多的公司任职呢？没有足够深、足够硬的背景，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更令人感到惊悚的是，臭名昭著的湘雅医院，据说也在极光光的名下。这家医院在大规模做着活摘器官贩卖牟利的罪恶。为了提供供体，保证供体的新鲜度，他们在楼顶设立了飞机的停机坪。提到湘雅医院，大家有没有想到罗帅宇医生？我在9月6号的节目中分析了罗帅宇被死亡的真相。他在收集的那些证据资料当中，详细记录了一桩湘雅医院杀人活摘器官的案例。有兴趣的朋友，您翻看一下我9月6号的节目，这里不再重复了。大家反向思考一下，罗帅宇因为掌握了湘雅医院活摘器官的证据，因此遭到了灭口。湘雅医院是在极光光的名下，是不是说明罗帅宇也死在了李明的手上呢？李鹏家族手上沾了多少中国百姓的鲜血呢？有多少中国人是命丧了中共之手呢？在案发现场的极光光，李明他是重要的核心人物，他的家庭是中共权贵家族。犯罪的天娱传媒和芒果超媒，中共国的社保是股东，绑架了全国百姓。医院系统是中共政府在管控着，强制对人们采血配型，搞器官移植。大量的明星被注册了跟军火相关的公司商标等等，是不是14亿中国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韭菜和人矿呢？大家稍微的思量一下就可以明白了。我们再来扒扒杜强这个鬼。根据网友的爆料啊，2011年以前，杜强的名字呢是叫杜以成，从那以后改叫杜强的。他的微博的名字是 7YCD，YCD 的意思就是以成杜。杜强的姐姐真名叫杜妍，化名杜品言、杜以希，微博账号是 Maggie。网友在 B 站找到了很多杜妍的照片，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有熟悉的朋友您看一看，这个照片中的女生是不是杜妍？杜妍也是圈内人，曾经跟高宇飞、宋薇等等这些人呢共同注册了一个叫怡境丰盛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了。当时杜妍是任执行董事经理，宋薇任监事，后来宋薇退出了，由杜强接任监事职务。杜强任监事的公司还有天津武清区发霉橘子公司以及海宁九盛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霉橘子的法人是周以哲、周品，周品就是于朦胧的歌曲《梦未完待续》的词曲作者。海宁九盛清公司
在浙江嘉兴市海宁市，法人是谢丽媛。另外，杜强还参股上海诚爱益营销策划中心，并且呢，他是北京一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和海南金江宏泰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海南金江宏泰公司，它的财务负责人叫陈汝丹，这个人也非常可疑。根据网友扒出的信息，陈汝丹有一个邮箱2606188608@qq.com， 这个邮箱关联着305家企业，是许多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这么庞大的公司链条，这个陈汝丹究竟是谁呢？能同时做着300多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各位朋友，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深挖，继续爆料。其实还有更惊爆天的消息。网友的爆料截图中显示，电影《云上的云》拍摄期间，在2023年4月17号，新奇曾请剧组喝奶茶200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有2个，一个是红毛程青松，另一个是叫郭美清的人。郭美清是央视10频道人物栏目编导，2014年央视播出的44集电视剧《传奇大掌柜》的监制。爱企查的信息还显示，郭美清是新影嘉映新仪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公司任监事。这家公司登记了5个手机号码，一个是1805某某52980，这个号码关联着765家公司，还有一个号码是13，然后后边是9个0，这明显就是一个假到不能再假的手机号码了。但是大家看，这个手机号码竟然关联着154529家公司。为什么于朦胧被虐杀？内娱圈子里边鲜少有人发声啊！大家是不是明白了一些什么呢？因为他们几乎都在洗钱，包括内娱的那些大导演、知名演员，所有的那些所谓的演艺公司等等等等，可能都不干净。我想问问水军，这些够不够？还要不要继续深扒？你们的主子没想到是这样吧？整个娱乐圈都被你们给牵连了。但是我跟大家讲，这肯定还没完，我们会慢慢的扒。下面就来说说这个798Q 吧，不能偏离了我们的主线呐。但是呢，我们也得照顾一下水军哈，不能让他们白费了功夫。咱们还是接着从这个云上的云和新奇这儿说起。新奇的资料显示，它是北京89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验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这只是它其中的2家公司啊。实验筑邦公司关联着4个电话，其中之一是15927293377。查询这个电话显示，这是新奇的电话，标注得很清楚。这个电话持有人新奇是电影《云上的云》的选角负责人。在《云上的云》主创亮相的时候，新奇和红毛程青松并肩站在了舞台上。公开资料显示，新奇是北京以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北京以上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 柯守应捕鱼 COO， 也就是执行副总裁啊。柯守应呢，是导演贾樟柯创立并发起的一个项目，是全球电影短片中国首映平台。早在2017年6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携手柯守应，在北京798艺术园共同举办了世界电影短片巡展中国第一站。报道中指出，新奇是柯守应负责人。798艺术园区在哪儿呢？大家来看一张地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798在朝阳区九仙桥，在机场高速和东五环的夹角地区，它的对面是佳美中心写字楼，
这个楼里有江苏周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猫眼视频的拍摄地点。798的南面接近东四环的位置，也就是于朦胧被扔下楼的阳光上东小区，网友叫它月下归西。再往3环那个方向继续走，就是宝格丽酒店、启浩艺术馆，然后继续往里走的话，可以看到保利剧场、解放军总医院、朝阳医院等等。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物业服务分公司法人蔡军武负责七星集团在798的运营管理。七星投资了新奇的89娱乐文化传媒公司、798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798拍卖有限公司和798物业公司等等。有网友说798艺术展简直就是故人遗物展。还有网友说，乔任梁尸体在798，小鱼尸体在启浩。我不确定网友们说的是不是属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根据，还是只是自己的怀疑，或者是有一定的线索。但有网友很认真，就自己的怀疑询问了豆包 AI。这位网友就乔任梁的头像与798一个头盖骨展品放在了一起，询问 AI， 从轮廓、骨骼、耳朵和五官各个角度分析，左右两图是同一人吗？结论是惊人的。豆包 AI 分析，头部整体轮廓形态相似，都呈现出较为接近的头型轮廓走向。从面部骨骼的大致结构来看，颧骨、下颌骨的轮廓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骨骼的大致比例和结构框架较为契合。AI 表示，两幅图耳朵的形状、大小以及在头部的位置有较高的相似度，眼睛的形状、大小以及眼距具有相似的特征，鼻子的整体形态，包括鼻梁的走向、鼻头的形状也较为接近，嘴巴的轮廓、唇形以及笑起来的弧度存在相似之处。因此 AI 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结论，就是左右两图大概率是同一人。也就是说，那个798头盖骨展品大概率就是乔任梁。大家还记得吗？我在10月1号讲到乔任梁离世的前前和后的时候，其中讲到了一些可怕的信息。上海龙华殡仪馆3D 打印了他的头颅。那么乔任梁真正的头颅在哪儿呢？豆包 AI 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解开了谜团呢？另外补充一点，乔任梁被虐杀之后恶魔们在他墓碑前的石头上打上了镇魂钉，让乔任梁永不翻身。而且还有一点，恶人们登录了乔任梁的微博，将他的微博题图换成了八卦图，目的是镇压乔任梁的冤魂。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在邮件中表示，恶魔们将一件完美的作品人运用各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这件作品破坏到淋漓尽致，他们变态地称作死亡艺术创作，并将破坏作品的这个过程凌虐场地录影，与所有场景以及事后的地点、陈尸现场或展场做展出。有网友看到一张疑似是兽皮的时候，表示看到了那个眼睛，直觉告诉我是吕家荣。还有网友表示，在红线牵着的那些鞋子当中，不仅发现了跟于朦胧、乔任梁一样的鞋子，也发现了一只跟武僧秋风一样的鞋子。还有网民表示，一条条红线可能是一条条的人命。另一位网民表示，我看到的时候就想，一双鞋一条命，是吧？还有网民提醒，注意看，还有一双柯基狗狗头的鞋子。有一位网民这么写道，看来798死了不少人，鞋子、人皮都是真人的，怪不得田海荣抓紧出来引流，被扒到老巢害怕了。
大家想一想，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所以我们得继续往下深扒。好了，观众朋友，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深挖爆料的朋友，也感谢大家坚持看到最后。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